我姨妈这么精心的帮你，给你治病，给你熬药，你不敢接也就算了，你还说这些话气人。雨波，浩宁，你快来，你来看看，这就是真正的雨波，他要教训你妈了。玉波，他们其实也不算是外人嘛，他迟早会变成徐家的媳妇的。你要跟他结婚？这不是迟早的事情吗？阿姨，您的药。谢谢啊。阿姨，您真厉害，棒棒的。雨波啊，我知道，你们都是为了我好。你看我这一生病啊，心气全乱了。没有没有。小云啊，行李准备差不多了，可以出发了。远达，我决定不走了。你这是刚决定的？昨晚上我想了很多。既然你这是生意上的事情，我一个病人也帮不了什么忙，所以就不能再给你添乱了。我呢就留下来配合月尔香治疗。你能想开，我就放心了。以后就可以常常见面啦，美女。港都。爸，如果忙完以后赶快回来啊！我会，我事情只要一处理完，马上赶回来陪你啊！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把妈妈的行李拿回来。有钱就是好啊，还是你会享受？我们两个好像已经两清了吧？哎，警察的鼻子太灵了，我们的沉香还没出手，他们就开始查了。所以啊，这次还得请你出山，帮我们运出去。哎，我要帮你的事儿已经做完了，剩下的事儿跟我没关系。这样，我再多分你200万。哼，这样吧，我给你200万，你消失。兄弟，这次你要真帮了我，你不给我钱，我也消失。我们已经犯了法吗？我们砍的那棵树，可是受保护的老树，按中国的法律，情节很严重的，是要判刑的。去年，有几个越南人在这里弄沉香，砍了3棵树，弄了不到5公斤低级沉香，总共也不止1万块钱吧，还判了3年。我们的货可是很值钱的。最后一次。慢点吃。看把你给饿的，浩宁都不管饭的。哎呀，我还是愿意回来吃。你在我旁边，我吃得香。什么时候嘴巴变这么甜了？哎呦，你们俩能不能不要在我面前秀恩爱？甜的我牙都快掉。你要是找个米罗这样的，你也能甜的牙都掉了，非要跟那个张泽尚搅和在一起。他这个人心思不正。怎么
了？又怎么得罪你了？这次砍树的事，我们都觉得跟他有关啊。无凭无据的，你凭什么说跟人家有关系啊？那你说，他拼了命的让浩宁相信是美嘉砍的树，安的什么心？我看你就是对他有偏见。哎，你还别说啊，下辈子我要是个男人啊，肯定找美女喜欢。那下辈子我就变成美女，嫁给你。哎，那砍树的事查的怎么样了？有线索了吗？找了几家，还没找到。之前找到一家吧，城乡特别像，后来联系不上卖主。哎，什么人啊？我开饭店到现在啊，各行各业的人认识也不少，要不我帮你打听打听？听艾文娜说吧，是几个缅甸的，也是朋友托朋友联系的，现在联系不上。缅甸的人，昂基会不会认识呢？昂基，昂基是谁？就是经常来饭店吃饭的那个缅甸人，卖玉石那个，说不定他认识呢。哦，原来是他呀！我说怎么看着面熟呢？那几个缅甸人里边，其中就有那个卖家。啊，是吗？长头发那个，有胡子那个。哦。还有玉波呀，你这样照顾我，真是辛苦你了。阿姨，您别这么客气，您能好起来，我就高兴了。哎，玉波呀，我呢想请你帮我一个忙，不晓得你愿不愿意？当然愿意，您尽管说。那我呢，不是质疑你姨妈的医术啊，就是这几天啊。这晚上我头疼的不得了，有时候睡觉都睡不着呀。我就想请你帮我到市里跑一趟，买点阿司匹林。侬晓得的呀，西药止痛快，我可以好过一点。这个药您能吃吗？哎呦，我在医院里待了那么长时间了，什么药能吃不能吃的，我当然清楚了。可是和中药一起吃，就怕影响药性。要不我问问我姨妈？你不能告诉你姨妈的。我是担心她会觉得我不相信她，她会伤心的呀。哎，要不就算了，我不去买了，我就忍着疼吧。那好，我帮你去买。那你也不能告诉浩宁的哦，他呀肯定会误会我的，觉得我在挑你们的刺呢。不会的，那我就谁也不说。那就谢谢你了，不客气。我自己先逛逛，你跟艾龙办完事了，过来接我就行了。什么事这么神秘啊？还不让我跟着？那我还不能买点女人的东西啦。哎呀，你快去吧，要不然艾龙该等着急了。好，注意安全。那你慢点开啊，拜拜。妈，你们回来了。雨波啊，我的腿觉得有点冷，你去给我拿条毯子吧。好。觉得好点没？刚。叫什么？你让你媳妇多伺候伺候你嘛。
人家伺候我，我伺候你。他们阿司匹林做什么呀？人家不愿意告诉你嘛，你就别问了。女人呢，都有自己的小秘密。怎么两个人说的一样啊？因为我们俩都是女人呐。啊，那你们好你们的，你可别孤立我啊！我是你的亲生儿子啊。你是我的亲生儿子。我怎么会孤立你呢？妈，阿姨，我送你去医院。现在咳嗽，先不要喝水，拿草吧。妈，玉波，快去叫你姨妈！我现在就去。妈，要不我们去医院吧？不用去医院，月香会有办法的。你今天是不是吃了什么？我今天胃口不好，我什么也没有吃，我就喝了1碗汤药，还是玉波给我热了2回呢。对不起。没事了，姨妈已经把阿姨稳定住了。这药怎么回事？你知道了，不是我不想告诉你，是……你告诉我什么？告诉我，你想害死我妈妈？你乱说什么？你怎么会？我怎么了？徐浩宁，你把话说清楚。你应该问清楚，要为她吃多少药，才能要了她的命。是阿姨让我去买的，她还不让我告诉你。我不知道这个药不能吃。
涛，你终于回来了。我来是想问你点事儿。你以前来找我，都是因为想我，想跟我腻在一起。龙山的树是不是跟你有关系啊？开什么玩笑啊！这种话不能乱说。我给你做的茶呢？茶？你是不是送给别人了？丫头，我是个茶商，我送茶给别人很正常。是送给缅甸人了吧？前些天有几个缅甸人来米罗店里吃饭，他们带的就是我给你做的茶。其中有一个就是沉香的卖家。什么缅甸人啊？什么沉香啊？你看错了吧？相似的茶多了去了。你给我做的茶，我确实是给了一些客人。至于他们给了谁，那我管不着啊。老赵，你这里有监控，我们要不要调出来看一看？疯了吧你？想干什么呀？啊，在我的地方调查我啊？你要是没说谎，你慌什么呀？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说谎了？我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你一个眼神我就知道你是不是在说谎。丫头，你的确长大了，你能看出我说谎，那你能不能看出我心里的苦呢？你心里苦，那我心里就不苦了吗？我抛开一切，丢掉所有去爱你，可是你呢？你一次又一次的伤我的心，一次又一次的骗我。你不光骗我，你还骗我爸，骗我哥，骗浩宁，骗美嘉，骗所有的对你好的人。你这么做，你开心吗？老张，多么希望你有一次是真诚的对我，只要有一次真诚的对我，我就会试着去理解你。可是到头来，我发现你根本就不需要我。那我在你心里算什么呀？我在你心里到底算什么呀？我是真的想娶你，我想跟你要个孩子。你说你在我心里算什么？这些话你说很多遍了。我不会在心里说的这些话。我们分手吧。想好了。不后悔。
心里话早就想对你说了。你的单纯，在很多时候让我认为你很好掌控，所以我才会任意的挥霍你对我的信任。但我发现，被掌控的其实是我。我承认我干过很多不该干的事儿，我有我的苦衷，以前很多事儿瞒着你，其实是怕你看不起我。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，我到了这个年纪，我还会这么在意一个小姑娘对我的看法，特别可笑。如果你能早一点跟我说这些，我们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哎，你叫伊丹，好听。这个给你，这是我之前答应送给你的头发。花在哪里？应有时有。云在哪里？看见心有。雨在哪里？知世界有。你在哪里？遇见谁有？你愿意跟我好一辈子吗？你给我生个孩子吧，咱们两个的孩子。遇见你就是缘，我想为你留下来。你是水间那朵莲，前世安排我们相见。遇见你就是缘，请你让我留下来。地上之别不算远，这一世的留恋。遇见你就是缘，我要为你留下来。你是天边那朵莲，这一世的爱恋。
明欺负你了？我跟他吵架了。你脾气那么好，他怎么还跟你吵得起来啊？哎呀，到底怎么回事嘛？昨天，他妈妈让我偷偷帮他去买阿司匹林。我不知道他不能吃那个药，可是浩宁以为我要害他妈妈。你们俩在一起那么久了，你是什么人，他还不知道吗？他说他现在一点都不了解我。他们呀，只相信自己，根本就不信别人。高兴起来对你好，不高兴想怎么样就怎么样，根本就不在乎你的感受。一旦，我该怎么办？他这么伤害你，这么不信任你，你还想跟他好吗？这个就是我们傣家的睡药疗法，你安安静静的睡一觉，药就渗透到你的身体里去了。我现在就像你们傣族做的烤鱼，身上涂满了各种调料，再加上香茅草，你就可以把我放在火上烤了。是挺像的。你那么做，是要拆散2个孩子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家雨波从来不撒谎。你们是一家人，当然说一家子话了。我看呐，雨波跟你一样，最知道怎么让男人心疼了，要不然，远达的心也不会被你带走。他的心长在他自己身上，谁也带不走。你的心已经不在你身上了。我不是浩宁，也不是远达，你就别来这一套了。我跟浩宁爸爸年轻的时候相爱，并没有错。你跟浩宁爸爸在一起，你们才是一家人。我跟他从来没有任何来往。这么长时间过去了，你为什么还放不下心结呢？多大的事啊，值得让你把命也搭进去？这人呐，是有感情的。你说放下就放下了。只要你在这傣楼里等一天，远达的心就会在这儿挂一天。要是我死了，你能放下吗？要是你永远也放不下这个心结，永远也不能原谅浩宁爸爸，就算是我死了，有一天他提起我的名字，你一样会生气，会难受。你多么厉害了！跟你讲实话吧，你永远是我心里的一个结。
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，会放下的。你对我怎么样都不要紧，但是请你不要伤害玉波。我就他这么一个亲人了。我怎么伤害他？你怎么了？你小心一点呀！没事。哎呀，智慧的佛祖啊，感谢您让我度过了平稳的一生。学会了怎样看懂世间的喜怒哀乐，让我找到了自己的心，看淡了一切，平静地离开。通晓一切的佛祖啊，我祈求您保佑玉波和浩宁也能看到自己的心，保佑小云早日解开心结，保佑我的亲人们平安快乐。杜比，我感觉到自己的这一天可能要来了。你能看淡生死，证悟涅槃，看来你修行得很好。人嘛，从生到死，有高兴的事情，也有烦恼的事情，每个人都要经历一遍。我感谢佛陀让我生在版纳，了解了佛法，学会了修行。现在我要离开了，我的心很平静，这是我的幸运。这是你与佛陀的缘分，你修好了自己的心，还帮助了那么多人。这是你为自己修的善业，也是为自己积累了巴拉密。我是按照自己的心去做的，这辈子我真的很满足。至于往生怎么样，我不强求。萨多，萨多。浩宁，浩宁，你回来了。砍树的事儿还没查清楚啊。我问你，你禅修的期间有没有给我发过微信？微信，没有啊。我怀疑你的微信号被盗了。不能吧？那微信都说了什么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帮你，没想到反倒给你添了麻烦。所以，你们觉得那棵树是我砍的？发微信的人一定知道你那段时间去禅修，他也知道你在禅修的期间不能开手机。恰巧的是，那棵被砍的树就在这段期间出现在我的仓库里。我知道你想的是谁，让我先回去弄清楚。
你再等一等。你听我说，我他妈让你再等一等。佳佳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没给我打电话？我去机场接你啊。哥，是不是遇到什么麻烦了？嗨，生意上的事儿，慢慢来呗。怎么样，泰国玩的？挺好的。我从泰国带来点东西，上面都是泰文。我想找上次那个翻译，让他帮帮忙。哦，那个翻译去外地了，我再给你找个更好的。我就想找上次那个。怎么了？哥，我以为你信佛了，就不会乱来。结果呢？你砍了树，居然还利用我来陷害浩宁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现在的你，让我觉得可怕。佳佳，有些话呢，说多了伤感情。我也不想老在你面前提那些苦哈哈的事儿。你要是能理解哥呢，哥高兴；要是理解不了，哥也不强求。行吧，你们就都把我当坏人吧。默默有了新爸爸，一丹也离开我了。你呢？你打算怎么对我？如果你继续这样下去，你在乎的人会一个一个的离你而去。你也打算离开我？哥，咱们自首吧。做错了，咱们就认。只要你肯自首，不管什么惩罚，我都陪着你一起去面对。就算回到以前那样的穷日子，我也不在乎。我在乎，我绝对不允许我们再回到以前的穷日子。哥，人最大的成功是什么？就是一家人其乐融融了。你修好了你的心，拥有的比钱要多得多。什么叫修好自己的心？就是无欲无求吗？佳佳，那你告诉我，求生算不算欲望？你想其乐融融算不算欲望？人只要活着，就不可能无欲无求。欲望谁都有，但是人要有向善的欲望，这样才不会走弯路啊，哥。向善，向善。我一个人向善有用吗？这个世界有很多恶人，人善只会被人欺。你哥之所以有今天这个境地，就是因为我还不够恶，我还不够狠。我劝不住你，那你只能等到你自己明白了。
我在你家外面，能不能让我见你一面？